如果一部古装剧刚开播2个小时，热度就突破21000，你会觉得这是爆款诞生，还是数据出现了异常？最近，丁禹兮和邓恩熙主演的新剧《花开锦绣》正式上线。开播之前，这部剧已经拿下超过300万预约，丁禹兮和邓恩熙更是继长乐曲之后第3次合作。按照正常的娱乐圈逻辑，这样的成绩本应该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可是，让《花开锦绣》真正冲上热搜讨论的，却不只是高热度，而是一场突然出现的数据争议。有人质疑这部剧的数据涨得太快，甚至出现了不符合常规传播规律的城市搜索数据。于是，一个非常刺激的问题出现了：花开锦绣究竟是真的爆了，还是数据表现让人产生了怀疑？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部开播就自带争议的新剧，以及丁禹兮和邓恩熙这一次3搭到底为什么如此吸睛。第一，开播之前，花开锦绣已经赢在了起跑线上。作为一部古装题材作品，花开锦绣最大的看点之一就是丁禹兮和邓恩熙再次合作。两人在2024年的长乐曲中已经积累了一定的观众缘，这一次重新搭档，自然会让不少观众产生期待。更重要的是，在正式播出之前，花开锦绣的预约人数已经超过300万。对于一部并不是传统超级大 IP， 主演也并非绝对顶流阵容的作品来说，这个数字本身就足够引人关注。所以，当8月9日正式上线之后，很多人第一时间就开始观察它的热度表现。结果，第一波数据很快就来了。开播仅仅2个小时左右，剧集内部热度就突破21000，这个速度无疑非常抢眼。但是，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争议开始出现。第二，真正引爆讨论的是搜索数据。据相关媒体和一些长期关注娱乐数据的博主分析，在正式播出前一天，花开锦绣的百度搜索指数已经超过1万。如果单纯看这个数字，似乎没有什么问题。一部即将上线的热门古装剧，搜索量提前上涨，本来就是非常正常的现象。真正让部分网友觉得奇怪的是，进一步拆分之后的城市数据。一些并非核心市场的地区，搜索量突然出现明显增长。这种数据分布与很多热门影视作品通常呈现出来的传播规律并不完全一致。于是，网络上开始出现了一个非常敏感的说法：是不是有人在做数据？甚至有人直接使用了刷数据、做热度美化数据等更加激烈的表述。不过，这里必须强调，目前这些更多属于网友和数据观察者提出的质疑，并不能直接等同于已经被证实的数据造假。也就是说，异常数据可以成为讨论的理由，却不能仅凭异常就认定剧方存在违规操作。而这恰恰是花开锦绣目前最有意思的地方。一边是越来越高的热度，另一边却是越来越大的数据争议。第三，为什么花开锦绣的热度会让人觉得太快？原因其实很简单，它并不是一部拥有超级大 IP 光环的作品。主演丁禹兮虽然已经拥有很高的人气，但距离真正能够凭一个名字就让全网瞬间沸腾的超级顶流级别，依然存在一定距离。邓恩熙同样拥有自己的观众基础，但他也还处于持续成长阶段。与此同时，花开锦绣的故事本身并不是一个所有观众都耳熟能详的大 IP， 所以当它开播之后迅速冲上非常高的热度数字，自然会让部分数据观察者更加敏感。但反过来说，也正因为不是超级大 IP， 如果作品本身质量不错，加上主演 CP 基础、前作积累以及平台宣发共同推动，也完全有可能形成短时间的集中爆发。因此，真正值得观察的并不是某一个小时的数据，而是接下来几天的数据走势。如果热度能够持续，并且讨论量、播放表现、口碑都同步增长，那么最初的质疑自然会逐渐减弱。但如果出现热度数字非常漂亮，实际讨论却跟不上，那么争议就很可能继续扩大。第四，抛开数据争议，花开锦绣的内容到底怎么样？这一点可能才是这部剧真正值得关注的地方。故事围绕赵灵和傅听云展开。丁禹兮饰演的赵灵是一个拥有野心和抱负的私盐商人，邓恩熙饰演的傅听云则是一位出身名门却突然卷入一场冤案的贵族小姐。一个是游走在灰色地带的商人，一个是被家族礼教束缚的女子。
两个看似完全不同的人，因为一场危机被迫走到了一起。他们不仅要面对追杀，还要面对饥荒、动乱、家族斗争以及来自各方势力的压力。更重要的是，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开始就甜甜蜜蜜，他们首先需要活下来，然后才是在不断逃亡和合作的过程中逐渐理解彼此，最后从相互利用走向真正的信任和感情。这样的关系设定其实非常适合丁禹兮和邓恩熙这种已经有过合作经验的演员组合。第五，花开锦绣真正获得好评的反而是它的画面。不少观众在真正点开剧集之后，发现它和传统古装偶像剧有一些不同。它没有花费大量篇幅用旁白告诉观众这个朝代发生了什么，而是直接把观众带入剧情。尤其是开场采用了红喜和丧事之间强烈的视觉反差，喜庆的色彩和死亡的氛围同时出现，让故事从第1分钟开始就带有一种压迫感。这种处理方式对古装剧来说其实并不算特别常见，很多古偶作品喜欢在开头快速交代人物关系、身份背景和故事设定，但花开锦绣更强调画面、构图以及光影。换句话说，他希望观众先看到故事，然后再慢慢理解故事。这种电影化表达也成为目前观众评价中比较容易被提到的一点，所以才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反差。数据有人质疑，但画面却有人点赞；热度有人怀疑，内容却有人追。这也让花开锦绣出现了典型的两极化讨论。第六，而真正让很多女性观众产生共鸣的是女主角的选择。傅庭云并不是一个甘愿等待别人拯救的传统古装女主，她面对的是来自家族和封建礼教的巨大压力，尤其是所谓的贞洁观念在故事中成为压迫她的重要力量。为了摆脱成为家族牺牲品的命运，她甚至愿意付出巨额代价，与私盐商人赵灵达成一场特殊的婚姻协议。这不是简单的恋爱脑，也不是等待男主角出现然后改变他的人生，而是他自己首先做出了选择。他想活下去，他想摆脱别人给他安排好的命运，他想把自己的人生掌握在自己手里。也正因为如此，这条女性自救线反而非常容易触发现代女性观众的情绪共鸣。因为时代变了，但很多关于女性选择、家庭压力和自我价值的问题依然能够让观众产生代入感。第七，这也是花开锦绣最值得继续观察的地方。如果这部剧只有漂亮画面，那么它可能只是又一部普通古偶；如果它只有丁禹兮和邓恩熙的 CP， 那么热度可能也很难持续。但如果它能够把人物成长、女性自救、权力斗争以及感情线真正结合起来，那么这部剧的后劲就可能比开播数据更加重要。尤其是赵灵和傅庭云之间的关系，他们不是简单的霸道男主加柔弱女主，两个人都在现实压力中不断改变。他们从合作开始，从互相防备开始，最后才逐渐产生真正的理解。这种感情发展如果处理得好，会比一上来就疯狂撒糖更加容易让观众上头。第八，至于数据造假的争议，我们反而不应该过早下结论。娱乐圈的数据战争一直非常复杂，热度、搜索量、预约量、播放量、讨论量，每一个指标背后都有不同的统计逻辑。某一个城市搜索突然上涨，确实可以成为数据观察者提出疑问的依据。但仅凭这样的现象就直接认定剧方造假，显然还需要更多证据。真正能够判断一部剧是不是爆款的，最终还是时间。第一天很高，不代表一定成功；第一周稳定增长才更有参考价值。热度很高，也不代表口碑一定好。真正优秀的作品应该能够让观众愿意继续追下去。所以接下来花开锦绣最大的考验不是21000这个数字还能不能继续上涨，而是它能不能把第一波好奇真正转化成持续追剧。第九，对于丁禹兮和邓恩熙来说，这次三搭同样非常关键。第一次合作，观众可能是因为新鲜感；第二次合作，观众可能是因为前作积累；到了第三次合作，如果两个人依然能够产生新的化学反应，那么这种合作关系就已经逐渐形成自己的市场号召力。尤其是在短视频和社交媒体时代，
演员之间的 CP 感已经成为影响作品传播的重要因素之一。但